卢卡申科邀请中国加入俄白联盟，脑洞开得有点大，其目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为了对抗北约的军事威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结成的俄白联盟是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很重要的一击。俄白联盟不但涉及统一的工业政策和军事联盟，还是俄白两国经济一体化的具体体现。俄乌冲突的爆发，俄白联盟的表现可以说是战略级别的。俄罗斯军队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有大量的作战力量，包括 S-400远程防空导弹系统、A-50预警机、米格31截击机和伊斯坎德尔导弹等等。俄白联盟现在遭到了美国与欧盟的极限制裁，虽然这个制裁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的，但白俄罗斯的经济也因此而严重受损。在这种情况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将统一工业政策，并会邀请中国参加进来，三方合作将是广阔的天空，大有可为。要注意，卢卡申科邀请中国参加的只是俄白联盟中的经济联盟，而非军事联盟。那么中国会对这个提议有兴趣吗？答案是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是全球性的经济大国，不会加入一个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首先，俄白经济联盟是一个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内循环体系，这对白俄罗斯而言比较有利，但对中国则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白俄罗斯的工业体系完全是与俄罗斯衔接的，很难融入全球经济产业链。对俄罗斯而言，俄白联盟的目标还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深层用意是长期影响甚至控制白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甚至为两国的最终合并打下基础。对于卢卡申科来说，如果中国加入俄白联盟，可以极大的平衡俄罗斯的影响力，但是这恐怕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更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其次，不结盟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在经济层面的主要政策是建立自贸区，而不是加入什么联盟。现在俄罗斯的 GDP 还没有中国的广东省或江苏省多，而白俄罗斯的经济体量甚至不如中国的一个县级市，而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俄白联盟在外贸层面对中国的吸引力并不高。中国要以东亚、中亚、东南亚、中东、拉美、非洲以及欧盟和美国发展经济合作，就不可能与俄白结成经济联盟。中国更好的选择是分别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发展没有上限的伙伴关系。第三，不要说联盟了，中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也不太大。自贸区的诉求是双方互利互赢，经济互补。由于俄罗斯的经济重心在欧洲方向，其在经济发展方面一直想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避免成为中国经济圈的附庸，因此对建立中俄自贸区的积极性并不高。俄罗斯产品对中国具有吸引力的，目前主要是能源。一旦两国实现了商品的自由贸易，这对于轻工业一塌糊涂的俄罗斯来说，将被中国的工业品彻底碾压。俄罗斯将会沦为中国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甚至成为拜登口中的中国加油站和加气站。俄罗斯现在有优势的一些产业，比如航空、航天、军工等部门，是不大可能随意对外合作的。所以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同样与中国不存在互补的情况，反而有可能形成竞争的关系。总体而言，俄白联盟的本质是以俄罗斯为主的附庸联盟。白俄罗斯希望中国能够加入，扩大这一联盟的市场规模和影响力，但是中国与俄罗斯可能都不会对这个提议有兴趣。俄罗斯害怕中国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而中国对于以俄白这个小市场建立联盟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何况不与他国结盟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的目标是全世界的市场，分别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合作，才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